好，我们今天来久违的录一期存档锐评，已经很久没评存档了，主要也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太挑了，对锐评的存档要求过多，导致这个系列是越评越少。最近也是思考了下，存档锐评本就是给大伙图一乐的，没必要搞那么精致，所以我决定接下来放低存档锐评的标准，从而增加锐评的数量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先来看一个英国存档，这个存档不用我多解释什么，大家估计也能猜出来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。简单看一下存档描述，玩的历史线大英，走全球防卫，拉捷克进同盟，38年就和德国开打，一开始防守还好，后来意大利进了轴心，精力放在了非洲，结果防线就被突破了。在法国投降后又回了一次档，虽然被突破了，但是稳住了战线。结果法国一直不消 debuff， 葡萄牙还宣了西班牙，这次精力是放在了西班牙，法国又没守住，又投了。这位粉丝让我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，我觉得他还真就没什么问题。硬要说一个问题的话，那问题可能就是太把法国当盟友了。众所周知，法国一直是我们可疑的盟友，你居然把全部精锐放在他家里帮忙防守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不过从你精锐的编制来看的话，他也算不上什么精锐啊，就是普通的步兵师加了个医院。偷偷看一眼你的情报栏啊，只能说你这个精锐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。这个存档想要救的话也不难，可以说是相当好救啊。大家想看的话还是投币啊。老方案，广泛征币，40万粉丝啊，每人给我投一个币，只要 5% 的投币率啊，就能轻松达到8000硬币啊。只要超过8000硬币，我就直接再做一期旧存档。当然投不到也没事，投不到我就把没达到的旧存档放到充电视频里面啊，大家想看的话也是能看到的。好，战争债券环节结束了，我们接着来点评啊。我个人感觉这家英国发育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在1942年的年底啊，已经有175个军工了，这个军工数量是绰绰有余啊。所以我还是挺好奇啊，它这么高的产量到底产了些什么东西。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十字军坦克啊，我刚开始看了一眼，这个配置挺合理的，但是一看这个可靠性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很想问问这位粉丝，你确定这个坦克它能开吗？而且它还要把精力放在北非，那你这不是开2步就散架了？不过好消息是它的装甲师并不多，所以即使因为战斗损失了500辆，损耗也才损失了1000多辆，损失并不是很大。至于机步车的话，它产的是9.8块的原价机步车，也算是比较豪横了。估计陆军经验已经满了很久了，建议还是改装一下，降低一下花费。然后陆军学说方面的话，点了决战组，已经点完了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关于它这个皇家装甲部队，看面板数据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可靠性低了一点。宽度的话最好也是再塞个4宽进来。最后再来看一眼皇家空军，英国的空军肯定是比陆军强的，只不过它这个产量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多啊。我刚刚还在想，这次小约翰专员怎么没在坦克上面吃回扣，原来吃到飞机上了。你这战斗机装无线电导航到底是想干嘛？你是要去炸对面吗？然后就是为了强行满足自己臃肿的设计，换了一个双引擎啊，导致战斗机变得贼贵。不过问题它也来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它明明已经研究出了3级的单引擎，推力和2级的双引擎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为什么不换呢？可能是他忘了吧。只能说一来一回就是11块钱的差价啊，这回可算是爽吃了。再来看一眼它价值39块钱的台风啊，依然是双引擎加一个轰炸瞄具，你怎么就和这个瞄具过不去呢？看了一圈下来，大概知道产能差在哪儿了。这位玩家的思路都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细节上面还需要再抠一下。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，他出的这个机步师到底有没有用？我觉得啊，欺负 AI 它还真可以，就是没有精盾啊。目前 AI 的普遍穿身是 13.7， 如果我们给机步师再混一辆坦克的话就完美了。这个存档看下来可以操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毕竟英国岛是没有任何威胁的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踊跃投币吧。不知道大伙喜不喜欢短视频啊？如果正常的话，刚刚这一个存档就够我做一期视频了，但是我这期还是再加一个存档。
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德国存档啊，这个存档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危急啊，毕竟柏林还在手上，问题不大。小瞥一眼存档描述，因为我是一个新人，所以完全不敢和英国直接打，于是在线路上面选择影响系的外交国策。影响系没什么问题啊，我也很喜欢影响理念。后面芬兰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北欧三国和波罗的海还有罗马尼亚直接上去把苏联打残了，然后我也很膨胀，把苏联吃掉后就直接开始打日本，结果好不容易把本子推下海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英国开始打我小弟了。这个时候急急忙忙把部队从东亚调回来，虽然回来的部队能轻松把英美联军推下海，还能轻松打掉法国和波兰，但是战线好多完全抵挡不了。这位粉丝说他是新手，我看不尽然啊。新手是不会画元帅线的，新手都是每个集团军画一条线。通常我看到的新手应该是5个集团军的线全部叠在一起才对啊。先偷瞄一下它的编制，149个9步3炮3中坦，这个编制确实打 AI 没什么压力，就是宽度方面嘛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如果凑成35宽或者36宽就完美了。学说方面，决战左点满没有问题。再来检查一下德军主力4号坦克，7.9块一辆，是不是有点太节省了？你就不能稍微贪一点吗？还有为什么步兵坦克要提5点引擎呢？这到底是要做啥？可能贪的一点就在这儿了。只不过这个坦克我觉得确实可以升级了，毕竟43年了，给自己用点好的吧。我们火力侦查一下，看看目前敌军是什么配置啊？敌军整条战线全是步兵师，只有一个中坦师，稍微撞一下。敌方中坦师的装甲厚度是 16.5， 穿甲深度64，我们的穿甲深度11，需要提高一点点。装甲厚度的话肯定是精盾不了的。这么来看，坦克升级用加农炮和榴弹炮都还好，如果贪伤害的话还是推荐榴弹，豪华一点差不多也就这样了。打 AI 的薄皮装甲还是很轻松的。至于你这个曼恩已经14级了，你倒是升级一下呀，能加不少突破啊。当然可靠性也没必要叠这么高，这个只是设计的玩的。其他方面的话，就是你对这个超重型榴弹炮啊是否有点太过依赖了。我看了一下，你这个后勤里面有2200门超重型榴弹啊，够你再造几波集团军了。没想到他还出了空军，虽然有点少，我们也看一下，21块钱的战斗机，确实有点太节俭了，求求你稍微贪一点吧。不过他这个战斗机科技也没研究，想贪还真贪不了啊，那就别造飞机了。总的来说，军队方面问题不大，稍微升级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这个将领选拔还是有点问题的，你这希姆莱他能当元帅吗？我们泱泱大德是没人了吗？让他来当元帅，你倒是晋升一个高手上来呀！都已经打到43年底了，曼施坦因还在当将军啊，晋升一下吧。关于剩下来的战线错综复杂怎么处理，我们的最好方案肯定是不处理啊，直接撤退。像这些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核心地啊，直接不要了，退回境内，把境内的这些核心地先夺回来。苏联这一块的话，管不过来可以不管，毕竟这边补给不太好，可以耗敌军。但是欧洲这一块还是尽快拿下，然后想办法登英国岛。可惜的是也没多少船啊，想抢制海还得花点时间。接下来的主攻方向依然是法国，都已经43年底了，法国还有混乱的政府啊，那肯定打他。只不过不走马奇诺啊，我们肯定还是走比荷卢，大概就这样。南边的战线先收缩一下，东边的战线不要了，集中兵力先把北边沿海敌人消灭，然后再冲一下法国，差不多就完事了。这个存档如果要救的话，我大概率会放在充电视频里，如果本期视频投币量过多的话，我也会免费做一下。